小子，你该兑现承诺了。这家伙是个好帮手，留下来肯定能帮我偷更多东西。小子，莫非你要食言？毒天魔王，你自由了。算你言而有信。秦牧把人皇印丢回村长怀里，转身就走。村长大怒，元气化作大手将他拎回来，和颜悦色道：“你是这一代人皇，岂能不知道咱们这一脉传承的宗旨？”我还没说完，还想跑。药师，来帮我摁住他。药师没过来。秦牧挣扎不脱，只得放弃。村长继续道：“咱们这一脉还有个人皇殿，有空你去转转。我的剑法虽好，但你若施展出来被神魔见到，肯定会被抹杀。别跑了，你逃不出我手心。我当年也没跑掉，稀里糊涂继承了传承。”秦牧向司婆婆呼救：“婆婆，救我！”司婆婆满脸笑容对瞎子说：“村长这老家伙终于舍得把传承交给木儿了，你看他高兴得快哭了。”瞎子疑惑：“我听到他在叫救命。”他高兴得昏了头。村长的传承羡煞不知多少人。秦牧脱不了身，只得认命，把人皇印丢进饕餮袋。村长满意道：“剑图第一招剑履山河你已经学会，现在使一遍看看有没有长进。”秦牧施展剑履山河，这一招被他融入了延康国师的绕剑式、钻剑式、游剑式，多了许多变化。村长惊讶道：“延康国师传授你的基础剑式？”秦牧点头，问自己改了剑法算不算欺师灭祖，要不要另择人皇？村长赞道：“很不错，他不墨守成规，敢在我面前施展改动的剑法，很好。你的元气丝也变了，用的是绕剑式炼气成丝。”秦牧点头。村长道：“我用5曜境界修为，你用改良后的剑履山河，对拼一招。”秦牧眼睛一亮：“你若败了，我是否不必做人皇了？”村长笑道：“你若胜我，我把人皇印带进坟墓。”秦牧深吸一口气，身躯神化为太白星君形态，剑履山河展开，山河崩现如画卷，融会化道，千山万水扑面而来。村长一缕剑光闪动，同样是剑履山河，两个世界碰撞。秦牧身上数十道血光，倒飞贴在屠夫肉铺墙上，墙上留下山河图案。再来，秦牧封住伤口，再次冲去，又被击飞，撞上马爷房屋。他抹上龙涎敷药，苦思改良，在冲铁匠铺墙上多出人形印记。村长每次出手，山河图案都不一样。秦牧接二连三被挂在墙上，残老村一面面墙壁出现山水画，只差司婆婆的房子。秦牧元气耗尽，颓然认输，霸体一败涂地，剑术比不上，元气也不如村长雄厚。村长温和道：“你可以恢复元气再比。”秦牧撒腿狂奔，恢复修为。药师走来冷笑：“你的剑法极耗元气，5曜境界最多施展2、3次，你刚才施展了7次，你作弊。”村长脸色挂不住：“我控制元气可以施展4次，不过木儿的元气却是雄浑，他像大水缸，我像水桶。”药师笑道：“相同剑法他不敌你，已经败了。不过人皇印似乎牵扯到古老传承，有些圣地便是人皇创立的，据说人皇印比皇帝玉玺还管用。”村长懒洋洋道：“现在就是黑铁疙瘩，谁听他的？拿出去招摇，不被打死就是好事。”村长肃然道：“责任和担子传到我肩头，我担不起，被斩断手脚，但担子总要有人承担，有些事情明知道危险也需要有人去做，做了有可能失败，但有一线希望，不做连一点希望都没有。木儿很不错，要是心疼木儿被拉上老路。”村长骄傲道：“用剑履山河，他永远胜不了我。这一招经我打磨已无破绽，他改的越多破绽越多，但他可以借我之手磨砺剑法，改的越多对剑的理解越深，从术脉象法，再脉象道。”秦牧恢复后莫作参悟，脑中模拟与村长对战，总落败。后来在头脑风暴中击败了虚构村长，兴冲冲再战，
结果被高高击飞，栽进鸡圈。10几只鸡婆龙气势汹汹杀来，秦牧一招山河崩线，把鸡婆龙羽毛剃光，光秃秃坠地，漫天羽毛飘荡。鸡婆龙钻回鸡圈，不敢露头。秦牧呆住了，自己何时变得这么厉害？瘸子赞叹：木儿好威风，终于能打得过鸡了。秦牧脸色微红，哑巴丢来一个剑丸，比划说刚练的。秦牧握紧，元气冲入，剑芒化作巨龙咆哮，又化作打铁巨锤砸出大坑，又化刀光日耀东海千叠浪，又化毛笔画出蛟龙图，蛟龙变长枪，最后化作剑履山河。村长眼角乱跳，瞪向哑巴，哑巴躲进铁匠铺。秦牧又惊又喜，这剑丸可千变万化，将拳法、道法、剑法毫无挚爱施展。但他没用剑丸挑战村长，说村长没用武器，自己也不能用。哑巴翻白眼，一副你没救了的表情。秦牧继续参悟修改剑履山河，每次失败都有新感悟，剑法越来越完美。终于他发现自己已无法再改进，眼界见识到了瓶颈。他施展落日剑法中的日落涌江，威力惊人，像静饮百年。秦牧叹服，向村长拜倒，行拜师之礼。村长笑道：起来，没这么多规矩，这些日子我传你剑图其他几招，以你现在造诣，学起来不难。哑巴，坏胚，还有脸出来道贺？残老村众人出来道喜，庆祝村长有了衣钵传人。秦牧却不怎么乐意。秦牧跟随村长学习剑法，剑图第2式剑出开黄比剑履山河复杂数倍，他花费20余天才学会。第3式上黄结冻，在技巧和变化上达到剑法极致，秦牧因眼界不足无法掌握，只记下剑招。村长说剑图共8招，一个境界1招。秦牧数了数，只有7个境界，猜测第8招是神的招式。秦牧像从前一样，每日与马爷对练拳法，与屠夫对拼刀法，跟哑巴学打铁，跟瞎子修行神眼，跟药师炼药，跟聋子画画。虽然累得瘫在床上，但日子充实。就在此时，村里突然混乱，司婆婆心魔发作，厉天行占据了肉身。司婆婆房里走出一个女子，精心打扮，明眸皓齿，腕戴翡翠镯子，耳垂泪珠耳坠。她像是神女走入凡间，将所有人镇住。药师掩面而走，聋子对镜梳妆，哑巴慌忙洗脸，马爷口诵佛号，屠夫刮去络腮胡子，刮破了脸，瘸子闭眼喊瞎子，村长也慌乱地转头。厉教主发出沧桑粗犷的声音，妩媚笑道：夫人已经不敌我，被我镇压了，你们看我美吗？厉教主抚着白皙手腕，我迎娶夫人前就知道配不上她，世间任何臭男人都配不上。我知道她要在洞房花烛夜杀我，我也乐意，因为我太羡慕她，我想成为她，她杀了我，我成了她，两全其美。瞎子提杖走来，他看不见，容貌不受影响。厉教主，过分了，你忘记你曾是男人了，臭男人有什么可留恋？厉教主白眼，死瞎子，你眼瞎心盲，我要作为女人再活一世。秦牧紧闭双眼，忍不住睁开，看到那张脸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只觉得好美。厉教主笑盈盈道：再聒噪，妾身杀你，重做圣教主。秦牧心头狂跳，竟觉得甘心被这么美的女子杀死。他猛然警醒，不对，他是厉天行，糟老头子。连忙闭眼。厉教主向村外走去，与瞎子几乎同时动手，电光火石间胜负已分，厉教主缓缓倒下。我夫人的修为太差，否则我不会比你弱。瞎子淡然道：你从没赢过我。秦牧飞奔跑进司婆婆房间，取来人皮和破旧衣裳往厉教主身上蒙。厉教主尖叫：我不要变成这副丑模样，我是世上最美的女子。马爷口诵佛号，将厉天行镇压。司婆婆悠悠转醒，向马爷称谢，药师为他疗伤，秦牧炼丹。村长飘过来道：幸好你在村子里，若在外面，厉教主占了你的身体，祸国殃民，连皇帝见了你也把持不住。马爷建议去大雷音寺请老如来帮忙镇压心魔。屠夫摸了摸脸，发现刚才刮胡子把脸划破了，他竟然毫无感觉，心中骇然。婆婆拖得越久，我们越危险。村长决定派马爷、瞎子、秦牧陪婆婆前往大雷音寺。他面色凝重，记住，千万不能让厉教主跑出去，否则便要天下大乱了。秦牧看着渐渐恢复老妪模样的婆婆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位从小养大她的老人，体内竟然藏着如此可怕的魔性。前路漫漫，大
大雷音寺之行，不知是福是祸。